你一个人在那边干嘛？不知道，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坐好久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。沙之最近好像常跟您碰面，不过算了，企鹅都不在意了，可能跟我那么近。知道就好，就算他们两个最后不能在一起，那你不就可以回去追企鹅了吗？嗨，上课了耶，你不上去吗？我不去。哦，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可以坐一下吗？受不了他们两个人了，我去上课。走。你愿意告诉我你怎么了吗？今天是生日忌日，就是今天吗？我想去看看他，可是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啊！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他吗？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并不是真的，我没有办法承认。没有办法承认生已经死的事实。其实，从生死了以后发生的一切，我一点记忆都没有。我只记得我到了警察局。现在在那边晕倒了，现在所有葬礼的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说是你把肾推下去的，那是真的吗？是吧？你那么想去看肾的话，为什么不去问你爸爸呢？他不会让我去的，他讨厌我去看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讨厌我跟肾。哪有父母会讨厌自己的小孩的？为什么你每次说到你爸爸，都把他说得那么糟糕呢？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他？到底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。是我妈。
直不停地告诉我们，你们千万不可以接近你爸爸。你爸爸是个冷漠无情又很讨厌小孩子的人，而且很恐怖。千万不要去依赖他，不要相信他所说的话。你长得越来越像爸爸了，你真的越来越像爸爸了。林，你爸爸是不是对你们做过什么很可怕的事情？没有，我老爸什么都没有做过。那你妈妈为什么要那样说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一直跟我说我爸有多坏？每次见面都不断的。我都想要尽力的去理清楚，可是每当我用力去想的时候，我就会全身不舒服。所以，如果我没有办法去想的话，就不要去想，哪怕是我老爸或是我老妈都一样。所以，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想了。沙子的事情是一样，虽然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要那样认为，可是到最后我还是会把它跟生的事全部联想在一起。虽然叫我不要逃避沙子。面对他，我一点信心都没有。我不想要再回到从前那样子。这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遇到极限了。那时候的吃药跟你好一样的日子，我不想再回到过去了。林，沙之，你说你没信心是什么意思？你又要逃避了是不是？你太过分了！胜在的时候你就是这样，你明明喜欢我，你却总是在意胜的感觉，胜的眼神。你根本连看都没有看过我一眼。你知道，多希望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胜也跟你一样，在你们心里都只有对方。虽然大家都很羡慕我独占了你们两个。可是没有人会知道我心里面有多寂寞。你们没有一个人全心全意在意我，所以我叫盛消失。我跟他说，为什么你们要有两个人？
如果你们只有其中一个存在的话，我就不用那么痛苦了。如果你们其中一个消失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！我跟他说完以后，他就消失了，算实现了我的愿望。没想到你反而更在意他，难道这是上天在惩罚我？惩罚我说了这些话，惩罚我杀死了圣吗？沙子，沙子，注意，你在那边等，你陪起吧，我去追。这样。你误会了，我跟沙子只是闹着玩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本来就比较随便的。林，你为什么骗我？我知道你是真的喜欢沙子，我知道沙子比较喜欢你。我不想束缚你，我一点都不想束缚你。天都快黑了，他们俩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不相信圣会为了这种理由自杀。林是圣最爱的人，他一定很清楚他这样做会给林多大的打击。如果不是这样的理由，那圣究竟为什么自杀？林，沙子呢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追上他，我已经试着去所有地方找，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他。他有没有回家？我打电话到他家，他妈说他没有回家。今天是圣人忌日，沙之原本要约你一起看的。顶楼，学校顶楼。你等我！林，你没事吧？你快上去找他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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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我完完全全想起来了，
根本什么都没有做。我本来想要跳下去的，可是我一往下看，我就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难过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是的，不是这样，是不是因为你才自杀？是因为他知道我并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，我是我妈挖出来的私生子，是因为承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所以才选择放弃自己，不是因为你，不是。上课啦！今天只有陈琳没来是吧？难得最近上学上的比较勤。林，林，林，你怎么在这边？你没有来学校，我担心你是不是怎么了？我整个人懒洋洋的，头痛死。你在发烧哎，是不是感冒了啊？你体温计放在哪里？或是有没有感冒药？我真看过那种东西。放心了，没事，我睡一晚就可以了。不行啦，还是你这附近有没有医院？我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这别开玩笑啊！我最讨厌看医生了，你还叫我去看医生？我真的没事，我只要休息一晚就可以了。可是你一个人生病，没有人照顾你不行啊。那我找沙七来好不好？找他来。太来我不伤得更严重才怪，他根本不会照顾我。那还是我去通知你爸。我没事，我一个人撑得住。你赶快回去休息啊。
我真的没事。喂，妈，是我。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在外面过夜？哦，是晴美啦，她一直叫我留下来。对啊。好，我知道啊。那我明天一放学就回家。好，我知道。妈，再见。还要打电话给晴美才行。人都是独自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点我知道。但是，林的孤独，应该是一种更孤独的孤独吧。林，起来了。你可以起床了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只要睡晚就可以了。那抱我上床睡觉的事，要不然呢？要是像你在那边坐着睡一晚啊，我看连你也一起挂掉。我可先跟你事先声明啊，我就只有抱你上床去睡而已哦，其他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哦，因为我还没有勇壮到这种地步啊。你真的没事了？这种小感冒怎么可能打倒我啊？哎呀，先不说这些了。倒是呢，这些锅碗瓢盆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害我现在身上连半毛钱都没有了，我以后要怎么过生活啊？我是怕你半夜起来肚子会饿，我就想要亲手煮一些东西给你吃啊。可是你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反正都是有用的东西嘛。我买了很多菜，你想吃什么我来煮。是吗？那我要牛排。那不行。汉堡也可以。也不行。炸虾。你到底会什么啊？蛋包饭。你早说不就好了？哇，好可爱哦！你试试看。有小香肠啊。
还不错哎。你喜欢就好。你等一下吃完可不可以出去一下？嗯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还没有上厕所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想到你除了画画厉害之外，你对做菜还蛮有天分的。因为我妈在外面工作，所以我常常自己煮饭。原来这是所谓妈妈的味道啊。因为我没有尝过，所以我不清楚。我妈在生我们之后，过了1年就住进医院了。可是就算她没有住进医院，我看她也不像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女人。所以就算她活着，我们能不能吃到她亲手做的东西，都还是个问题。林，你打算一直这样一个人住下去吗？你真的没办法跟你爸爸住在一起吗？假如说，如果我结婚了，有天我发现这个小孩子一天一天的跟自己越来越不像，但是我为了面子，没有办法跟老婆分开，甚至老婆还比我早走一步，到最后，我得每天面对着这个别人的孩子，还要假装大家都很好。还是父子的关系。如果换作是我巴不得这个讨人厌的小鬼早一点从我的眼前消失啊！生是不是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才让自己消失？如果当初他不知道这件事，那这一切应该就不会发生了。可是盛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怎么会知道你们不是你父亲的亲生孩子？如果没有人跟他说，他应该不会知道的。那到底是谁跟他说的呢？林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从洛杉矶回来没多久，就在我老妈的遗物里面发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我老妈写给另外一个男生的情书，信里面的内容，人家看了真的会脸红心跳起来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一封没有办法交到对方手上的遗憾吧。信里面有一个照片，照片里面有个跟我长得非常相像的男人，是我告诉他的，是我跟盛说的。喂，盛，我找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，你看，你看这照片，里面这男人跟我们长得是不是很像？你知道我在哪边发现的吗？我们的老妈搞外遇哎。
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明明最了解胜，而且你比谁都重视他，你为什么还要？你应该很清楚胜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会有什么后果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讨厌他，因为他从小就爱装作一副正义使者的脸给我看，满口礼义廉耻的话，结果却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又爱哭得要命。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他，就像我老爸讨厌我们一样，恨不得我们从他眼前消失。我也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说谎！你怎么可能讨厌胜？你明明跟我说，因为有他在，你才不寂寞。你明明跟我说，你们俩是形影不离的。那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啊！我老妈快挂了，老爸又看我们两个不爽，放眼望过去，我只剩他一个人而已。他也是因为我一个人可以依赖。因为我只剩他一个伴，所以我不得不照顾他。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选择要或不要，我们必须共存。可是这种共存的关系，在我们回到台湾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变了。身边的只会看着老爸的眼色做事。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跟老爸吵架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吵了起来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，第一次彼此把不满的情绪全部宣泄出来。我从来没有看对方这么不顺眼过。小时候，才只是一下下没有看到对方，我们整个心就会觉得非常不安。我们是彼此依赖对方的体温所长大的。结果却是我杀了他。虽然一定还会有其他事情让他想不开，可是逼他走到学校的屋顶，在背后推他一把的人，不是，你不可以这样想，你自己的心也受了伤啊。干嘛安慰我？我不想再逃避了。我的心理医生曾经跟我说过，人最容易把不利于己的事情全部忘光。这不是就在说我吗？因为救不了自己的弟弟，所以产生的挫折、厌恶感，造成神经方面的障碍。换一个角度来想，这多么感人肺腑啊！我自己一直在努力的说服我自己，可是现在，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我的神经会出问题，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挫折感、责任感所造成的，是因为我清楚的意识到，在我心里那个真正的扭曲性格。性格其实隐隐约约的，我自己也发现到，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鲜明而且残酷的部分存在着。对于这个部分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虽然我一直要让我自己恢复正常，可是每次一跟生在一起，这个想法就会萎缩掉。
太单纯了，太天真了。每次和他在一起，对的人就永远是他，而我，就永远注定要扮演着那个扭曲的角色。每次当他那纠察队的态度一出来，我就反感；当他一哭，我就一肚子火；当他用跟我一模一样的脸去讨好老爸，去做老爸的乖儿子，我就讨厌。所以你就把你妈妈的信拿给他看。你有那么讨厌胜吗？真的吗？谁叫他要用跟我老爸一样的态度来看着我？我拼了命去保护他，可是为什么他总是要用那种责备的眼神来看我？可我还是这么了解他的人，我是他唯一的亲人哎。我已经照着我老妈要做的事情去保护他了，可是他要的保护，其实只是母亲的拥抱，还有温柔而已。我做不到，他要的那种保护的方法，我根本做不到，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拥有过，我要怎么知道作为一个母亲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孩子？我不是妈妈，我也不是爸爸，我怎么知道该怎么样去保护一个人？你一定很希望有人保护你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比胜更渴望有人在旁边支撑你。可是你没有时间去多想这些，因为光是要保护胜，就让你忙不过来，让你喘不过气。没事，不哭吧，不要压抑自己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留在做的累，也看不了什么，也挽回不了什么。已经不会再回来了，甚至连他的声音我都再也听不到了。对不起。谢谢，好好喝哦，从来不知道水这么好喝。而且我们两个眼睛肿成这个样子，不知道呢，还以为我们是刚吵架的情侣。对呀，我们看起来也不像兄妹。不好意思，这2天麻烦你那么多，谢谢你。你不要这么说。拜拜。
那个，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？我是说，在国外朋友之间也会亲吻的那一种。如果永远都可以这样一起欢笑，一起哭泣，那该多好！能不能成为恋人都无所谓了。林颖，能认识你真的很好，我很庆幸自己能遇见你。